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刚刚更新结束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更新了什么东西。那么这一次更新呢，大多数都是一些活动啊，或者是失落之地的一些更新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都演示给大家看，我只能分享目前我们能够在游戏里面看到的东西。首先就是贝特朗的技能改动了，从原本的技能伤害统帅变成连击伤害统帅，所以你们如果还有继续用贝特朗的话，要记得去更改他的天赋。策划也是没有做任何的镜头补偿。同样的，托俊金也是从原本的技能伤害统帅变成终极伤害统帅。那就有玩家问了，那这两个统帅的技能改动了，我可不可以用托俊金拿来搭配刘彻，用亚瑟搭配贝特朗？事实上是可以的，但问题是你们要记得，托俊金跟贝特朗他们是被削弱了，变成 KVK 2的统帅实力，就比方说他们的主动技能就好了。贝特朗的连击伤害加起来之后也就只有1200，而且他是攻击3个目标，就是说递减了之后对方受到的伤害就会更少。同样的，托俊金他的重击伤害也是3个目标，但是他的伤害总数就只有1500，比较起亚瑟总数加起来2800的连击伤害，还有白起2400的重击伤害，你们就知道差别有多大了。不过我觉得贝特朗暂时是可以拿去搭配亚瑟的，因为亚瑟是第一次出现的连击伤害统帅，暂时还没有另外一位连击伤害统帅可以完美的跟亚瑟搭配，所以可以暂时使用。那托俊金也是一样，可以拿来当这过渡期，刚进入征服赛季的玩家可以暂时先使用。再来就是移动设备，玩家期待很久的更新了，你们可以去设置那边把它给开启。那你们要寻找的地方就是把原本搜索的功能转换为回城的功能。当你们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，你选中了部队，在你的左手边原本搜索的功能就会变成返回城市的功能。这里稍微演示给大家看一下，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我是选中了部队，然后我左手边的搜索按钮变成返回按钮了。那如果你们要方便操作的话，可以把快捷战斗开启，在开启之后你们就可以用2只手指点击了，一个手指点击返回城市按钮，另外一个手指是点击敌人的按钮。就算你们是把地图变成点点模式了，依然还是可以使用返回城市的按钮。并且我觉得移动设备的反应其实是比起电脑还要稍微快那么一点点，所以未来移动设备玩家的操作就会有所提升，当然拉扯的次数也会增加变多啦。移动设备玩家的右手也不需要一直反复点击画面了，你们可以2手并用。再来就是增加了新的饰品，这个是连击伤害的饰品，那这边有包括其他的基础提升。觉醒5的效果跟其他的饰品是一样的，所以这边也不做多解释。另外一个就是重击伤害的饰品，也是在之前有介绍过了。至于要不要换成这2个饰品呢，我觉得因人而异吧，就比方说像我这样子，我的材料不够的话，就暂时先不要换吧。至于这2个饰品的图纸获得方法，可以通过征服赛季商店，又或者通过活动，也就是炸弹活动，刚好是饰品的部位的时候就可以拿到他们的图纸。接着就是测试保底功能，那我的账号跟98的账号呢，都是返还4颗洗炼重置石而已。如果有哪些玩家返回的洗炼重置石有比较多的话，就可能5颗6颗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有专属的军器来洗炼吧。刚好我这边有一个刘彻的军器，它最后一个是骑兵，我要把它给洗炼掉，变成全部步兵。运气还算不错，第一次就洗炼出步兵生命值 1.6。当然这个数值还是太低了，我们必须要再洗炼看看能不能拿到比较高数值一点的。那大多数还是野蛮人啦，又给我骑兵。哦，还不错哦，给个所有伤害 1.2， 我们先换，然后再继续洗炼，因为这个 1.2 还不是我最满意的数字。生命值 1.5 这个也不需要了，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洗炼了10次，那最终是确实有给我相应的兵种，但是数值有点低，并且你们点开资讯的时候就可以查看，确实它这个洗炼呢是会重置的，也就是说你洗炼了10次之后就会归零，并不是说每一次11、12、13次都是拿到同样的属性。当然累积30次之后就可以拿到保底 2.5% 的提升呢，也是一样，洗炼了30次之后就会重置变成0。所以你们真的想要拿到更高数值呢，真的就只能一直洗炼而已，但相对的你会花到更多的洗炼重置石啦。那我们再继续做第2个测试吧，因为我这边有一个骑兵的数值比较低一点了，只有 1.5， 我们洗炼看一下会拿的比较高一点。哦，一开始就1.7了，
可以暂时先替换，我看能不能换到更高的。不过正常玩家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像我这样子吧，因为要花很多洗炼石。这边还是1.7哦，有1.9，但1.9还不算是满意的数字啦，还可以再提升的其实。但它保底给我最多就1.9，也是在2%以内。但至少可以确认到，就是你洗炼10次之后，最后一次是肯定是同样属性。至于洗炼30次保底的2.5%呢，我觉得是不会包括所有伤害的，应该只是兵种属性而已。所以我觉得各位不用想着会出到2.5%的所有伤害，而且所有伤害最多也就提升到2%而已，没有2.5%的。接着有一些图标的颜色更换了，但是我看不出有什么差别啦。有一些玩家说加速背景颜色有稍微变深了一点，但是我真的看不出啦。那如果在看我影片的观众，你们看得出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又或者是你们还发现到哪一些图标是已经更换了颜色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反正我个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察觉得出到底有什么变化啦。我去看了书包的内容也是一样，完全看不出。最后一个就是隐藏更新啦，在官方公告里面没有出现到的，就是 VIP 商店更新了新的装扮。但是这一次的更新呢，只是包括个人的资料集结的时候，还有包括你行军的时候的特效而已。至于千层的特效城市外面的一些特效是没有更新的，只是更新3个部分而已。我们先替换行军特效啊，因为之前的步步生花有一些玩家说好像一边走路一边拉屎，那这个新的特效确实会比较好看一点啊。个人信息跟战斗主题就要去点击头像那边替换掉。但是我觉得替换了之后真的有变得比较帅一点啦，尤其是个人信息超级帅，你们看那个界面，比较起之前的版本我会更喜欢那个版本。那在战斗那边我看到现在我有一些队友是开了集结，但是只有看到1个人使用了而已，应该是有一些玩家还不知道有这个更新吧。接着我们就要看行军特效了，到底有多帅。那行军特效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人就是 SVIP 的玩家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缺点啊，就比方说你是放大画面来战斗的玩家，可能你的画面你的游戏会变得比较卡。毕竟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假设说你的王国有大量 SVIP 的玩家全部都拥有这个特效的话，那画面是真的很卡。那原本整个画面开了国王技能之后是红红的，现在变成整个蓝蓝了。当然我也不希望这个事情发生啦，希望官方会做一些优化，不要让游戏变得这么卡。不过我相信大多数玩家应该还是用点点模式来战斗的，所以或许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。像我刚刚开了一个集结，那给你们看一下对比之前跟之后的战斗主题有什么差别。不过我觉得颜色有点接近啊，看不出有什么差别，比较起原版还是比较鲜艳一点吧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更新内容，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，又或者是你发现的还有什么隐藏更新呢，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。至于 KVK 的一些更新呢，我会在之后的影片再跟大家介绍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